看看舌头。不愧是化疗师，平日身子保养精细，就连恢复起来也比旁人要快得多。我都说了我无妨。高热暂退，但还会反复几日，切不可掉以轻心，必得等着箭伤引起的热毒彻底消了之后，才可移动奔波。听小春的。给我吧。我自己来。听小春的，若是伤口再撕裂的话，还得麻烦小春。如今小春要照顾的病人很多，不能再劳累了。病人？是啊，你们不是想知道我们被劫以后都发生了什么吗？我要说出来，你不许动粗。你说说看。昨夜，你们撞见的那2位，便是劫我们的山匪。那日，我们被劫后，他们以砍手作为要挟，逼我给方圆写信，索要赎金。我跟大夫小春准备逃走时，发现我们并非身处在什么贼窝。那些山匪，并非是真的山匪，他们只是因为受灾染病，无路可走，为了活下去，只能拿起屠刀来劫道。当我看到那些衣衫褴褛、食不果腹的孩童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到漠然置之。于是，我们决定不逃了，留在这里，为众人治病。村民们都是性情中人，知道我们的决定后都十分感激。于是，我立即追加了第2封信，向方圆报平安。谁知道，六郎的速度这么快，信还没有到，就带着你先来了。幸好山匪是假，要是真的进了贼窝，姐姐贸然逃走，若是被抓住了，只怕真的要砍手了。真山匪也是求财，如何挣钱可是你姐姐的老本行。她那3寸不烂之舌，定不会让那些山匪砍掉。喝粥吧你。总之啊，大夫跟他们不打不相识，已经拜了把子了。来了这么久，怎么没见到大夫姐姐？我跟小春发现这里病人的病与4年前洛阳的那场瘟疫很像，需要牡丹入药。于是我派大夫连夜赶回方圆取花，今日应该就可以回来了。你还没说你呢，你的伤是怎么回事儿？不过是为3郎办事时大意了。你不是有金丝软甲吗？同僚家业难免有5级相伴，万一碰到察觉了，就不好了。看来蒋军这逢场作戏，入戏的挺深啊。还不是因为爱妾不告而别，独留我一人赶去赴宴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伤口撕裂了？我看看，别渗出血来。牡丹，嗯，昨夜你何时走的？我烧的糊涂，没说什么混话吧？敷了几块帕子，你高热便退了。我走之前，
都一直昏睡不语。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起昨夜的帕子冰的很，随口一说。不是让蒋军卧床休息吗？怎么出来了？你何时这般关心我了？我是听姐姐的吩咐。马鞍上的血，牡丹看见没有？没有。牡丹在做什么？姐姐去村口接大福姐姐了。去看看。哎，有话要说。姐姐送你的白玉簪，是我折断的。方圆大火后，姐姐满眼都是你，我心里吃味，做了错事，对不住。为何今日同我说这些？你为了救姐姐，受了伤，流了那么多血，人彻夜疾驰，眉都没有皱一下，昏迷整夜，醒来的第一句话，便是让我将染血的马鞍擦净，不愿让姐姐内疚。你对姐姐是真心的，而且你也有能力保护好姐姐。我不想你们因为我生了嫌隙。牡丹没有白疼你，你亦是真心为她。放心，此事我不会告诉她的。你不介意我对姐姐的心意？牡丹为你治病，教你识字，对你极好，又不求回报。你对她生出独占眷恋之心，再正常不过了。但这无关男女私情，而是对亲人的如沐之情。牡丹既认你做了弟弟，即便你犯了错，她也会悉心教导，绝不会赶你离开。莫要再患得患失了。方圆永远都是你的家，而牡丹也永远都是你的姐姐。来，昭昭。我在来的途中遇到了大福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。相比钱帛，村民们现在更需要的就是食物和药材，所以我把府中所存都带来了。行啊，川渝，他们见了这些，定也要与你拜把子。还有，走，带你去见我那义兄。哎，我可不和你义兄拜把子。要吗？为何？你高高在上不是，你眼睛长天上，你看不上他们。我，川渝，你家郎君他受伤了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啊？是。回头带你拜把子。定玉楼学的主顾那儿可派人去了。我已经叫伙计把庞的牡丹和钱都送去了。那就好。您呢？多谢，多谢，小心烫。拿好。谢谢。慢点，别着急。蓦然凡尘锁，七岁素颜忘在
笑看风雨翻尘埃。这一片地都可以利用起来。花开应傲骨，迎天色。大娘，它这些土啊，正是适合种胡麻的土壤。六郎大夫，你们再去别处看看，是否还有不同土质的土壤？这跟你刚说的一样。是啊。无言在每个耳廓。抬起来。就读着沉溺着陷落，辗转迷途的解脱。1、2、见过花鸟时。来，我来帮你。可以的。来吧，来吧。谁啊？谁在那儿装神弄鬼呢？出来！谁？蒋长阳，忙碌了一天，给你心神。一大晚上的不好好养伤，出来吓唬我干嘛？还拿着一件蓑衣。看天色要下雨，大家都在忙，只能我来喽。村子里只找到这个。这一件蓑衣怎么能罩得住咱们2个人啊？再说了，就算一会儿下雨，这蓑衣也得你穿。快走吧。我这伤都快好了，你若病了，耽误了救人，我罪过可就大了。行了，再说下去，这雨真的下了。我现在身子可比你强多了。这边。好，好，好。星星都出来了，看来今夜不会下雨了。我们歇会儿吧。好。你比离开长安前，世人开朗了许多。当我折下一朵朵牡丹，救下一条条人命，我便想通了。一开始得知母亲之事时，我确实万念俱灰，觉得前途无望。可谁知此行来到了圣贤，我却改变了我的想法。善恶是非皆在一念之间。牡丹当年可以是毒药，如今也可以是解药。母亲当年没有救下得了疫病的灾民，抱憾而终。她的遗憾，日后由我来弥补。我会用我经商所赚，去救助更多的人。那吴伯，这段时日，我的心里一直有2种声音。一种声音告诉我，行恶终须有恶报。我希望吴伯一辈子都不要走出这个阴影。可另外一种声音又在不停地跟我说，吴伯也是受害者。有的时候，宽恕跟惩罚真的很难做抉择。我只能说，一切源于无妄天灾，世道不公。我没有办法恨他，可是我亦没有办法原谅他。
可既然母亲当年选择放他离开，我便不会违背母亲的意愿。我想母亲也不想看到我这样惩罚自己。我能做的，就是想好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下去。那治好了村民，返回长安，你也不会再关停方圆了吧？世人都看不起商贾，觉得他们重利轻义。我要以父亲为戒，尽我所能，改变世人对商人的偏见，让大家知道，不仅读书可以经世报国，从商同样可以。你可知道，这是一条很难走的路。当我看到圣县空空如也的粮仓，听到县令无可奈何的叹气，我便已经知道了。于县令虽算不上什么好官，但也非尸位素餐之辈。他的上司乃宁王党羽，欺上瞒下，掣肘中央减免赋税的政策，令长安周遭各县皆不堪其忧。蝼蚁倾尽所有，能救之人终究有限。只有掌权者真的将百姓的命珍之重之，我们才能不作为蝼蚁，而作为人，安理世间。蒋长阳，你所谋的大业，从今日起，亦是我的夙愿。我这么做与你无关，我要支持勤政爱民的圣人。唯有海晏河清，天下万民才能够安居乐业，我才能让普通的百姓都能一睹牡丹的芳华。你看，这是三七草，因你重伤失血，小春意外在圣县的山林里发现的。你想让村民们以此为生？圣县的山里还有很多的草药，只要一一分辨，采下便可卖钱。这样可以暂缓村民的生计问题。不过，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日后这钱要怎么赚，我还得好好想想。我看你啊，不仅要重塑为商之道，更要培养更多经商之人，与你一同发财。